大家好，一個被低估嘅旅遊城市開平，喺呢度可以揾到出名古鎮、國家5A 級旅遊景區，甚至係廣東省唯一一個世界遺產。一齊試埋當地嘅美食同埋小食。想睇下喺深圳坐高鐵120分鐘就嚟到嘅城市，唔跟團2日1夜係點樣玩？睇晒呢條片就一清二楚。麻煩先訂閱一下我頻道，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有最新通知。我哋依家出發啦！或者大家第一次聽到開平呢個地方，佢其實喺廣東省，喺深圳搭2個鐘頭高鐵就到啦。香港有冇高鐵直接到啊？有嘅，每日10.4有一班，車程時間會多少少，不過就唔需要去到深圳過關啦。開平南站係深站鐵路沿線嘅一個車站，唔算係一個大站，所以都好容易揾到出口，打車20分鐘就去到市區啦。呢個城市必食嘅其中一樣係煲仔飯。嚟到呢間榮盛係小店模式經營，全部煲仔飯都喺20蚊之內，價格非常貼地，仲有燉湯每盅10蚊。佢哋嘅飯係即叫即做，聽到起鑊聲，炒出嚟嘅黃鱔係肥美，牛肉、黃葱絲、蔥粒加埋好嘢味，熱辣辣，煙慢慢滲出嚟，好有味啊！呢個好正啊！煲仔飯最緊要嘅飯焦，你睇下炒起一大塊，食落覺得好滿足。牛肉片好鮮嫩，做過少少醃製，鹹鹹地。飲杯茶解下脷先。份量嚟講，一人一個煲仔飯就夠啦。呢個係牛大力燉龍骨湯，飲落去有啲中藥味。哦，原來入邊係有土茯苓嘅，就係啡色呢一個啦。白色嘅就係牛大力，湯料好多，佔咗盅嘅一半。龍骨熬出嚟嘅湯清清地。今日訂嘅酒店喺煲仔飯附近，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去到噶啦。房就大約200蚊，四正正嘅公寓式酒店格局，超闊嘅大玻璃窗，自然光滲入嚟，好舒服。早餐都唔錯，想知間房係點，就一路睇到片尾啦。今日我哋去嘅地方集中喺赤坎，喺市中心嘅西面，打車20零分鐘。入邊其中一個景點立園好值得去，立園入邊有庚華村。穿過閘口就會見到呢個草坪雕像同埋後邊嘅4棟樓。喺最左手邊呢棟係立半樓。立半樓呢個名源自於原主同埋佢爸爸個名入邊抽取其中一個字出嚟。而呢棟別墅只係成個立園嘅其中一部分，佢仲有5棟別墅同埋1棟碉樓，建築群為一個區域，仲有大花園同埋小花園2個區域，總共分3區。原主謝維立係一個女美華僑，所以建築帶有西洋色彩，內外用色豐富，立面設計多樣，體現喺柱身、地板、樓梯、窗裝飾邊、天花等等。呢種風格當時嚟講係好新鮮，縱使過咗接近100年，仍然有壓場感。喺室內到處都可以感受到大戶人間生活嘅風景。原主有4個老婆，都係住喺呢一棟別墅，都算可以話係大戶人家啩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可以去埋由立半樓數過去第3間嘅碉樓，咁就更加清楚碉樓入邊嘅設置係點樣啦。開平市而家現存有1800棟碉樓。喺2007年，開平碉樓申遺成功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嘅一部分。而立園喺自力村碉樓群同馬崗龍碉樓群喺2020年尾成為國家5A 級旅遊景區。呢棟係旭培別墅，係紀念謝維立先生第2任太太譚玉英而建嘅，唔係嗰位做兒童節目嘅譚玉英啊，個年代都唔一樣。講返譚玉英，佢係當地嘅一名才女，18歲時嫁咗俾謝維立先生，謝先生非常之中意佢，但好景不常，喺19歲嗰陣時，因為難產過身，原主久思成疾，所以就起咗呢棟別墅去寄託思念之情啦。點解別墅叫做旭培呢？因為佢係原主嘅乳名嚟嘅。離開呢度打車唔使10分鐘就去到天下糧倉。呢白色5個嘅圓形建築物有乜咁特別啊？見唔見到右手邊黑色嗰棟玻璃屋呢？
其實喺呢度行入去就係一個長長嘅走廊，睇落去好似一個畫廊同埋藝術中心，其實係間書店嚟嘅。透過圓形玻璃天花就可以睇到外面嘅天空。如果再下去話，呢5個糧倉圓形嘅外形就會造成唔同嘅主題，好似呢個位置中間就係一條黑色嘅螺旋形樓梯啦。成個書店都好安靜，打卡真係唔錯。頭先呢個黑色嘅玻璃屋，其實就係一間咖啡室，買杯咖啡坐喺度嘆下都幾寫意噶。而書店入邊都售賣好多唔同類型嘅精品，好似呢一個天下糧倉，估下啲乜嘢嚟？冇錯啦，就係一個開瓶器，開瓶嘅雪櫃貼，一木盒買到返屋企要自己砌，不過都值得買嘅。糧倉就喺塘口，同赤坎古鎮只係10分鐘嘅車程。塘口鎮其實吸納咗好多年輕人返嚟鄉郊地方度創業，好似呢個懶貓宿舍就係其中之一啦。你睇下入邊嘅大堂，小而溫馨，而對面嘅懶貓咖啡出邊有好多植物種住，別樹一格。介紹埋俾大家呢個塘口世圍通道，可以以步行方式行去立園同埋自力村嘅碉樓群嘅。如果你想慢慢享受呢一帶嘅風景嘅話，行呢條路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下一個地點，我哋打車10分鐘嚟到赤坎古鎮，喺北面入口就會見到一個湖同埋中間呢一棟大碉樓，而呢個湖面個感覺有啲似威尼斯，唔知大家又覺得似唔似呢？成個地標棟喺度，冇理由唔打卡嘅，亦都係有好多好似民初嘅建築。園區入邊唔係淨係得睇碉樓，仲有好多打卡位同埋唔少嘢食噶。開平最出名嘅係煲仔飯，度度都有。另一樣就係豆腐角、豆腐釀魚肉煎，有啲似煎釀三寶。古鎮入邊食嘢嘅選擇都唔少，廣味豬雜湯粉。而啱啱講到嘅豆腐角都有專門店，其實啲食肆同埋手信店都整得幾企理嘅。雖然旅遊區嘅價錢會貴少少，但係仍然可以接受嘅。我成日都覺得主動揾機會睇多啲好嘢，第一會令人心情舒暢，第二就係靚嘢睇多咗，個人嘅品味同埋審美都會間接提高。禮品店都有啲有意義嘅手信，呢一個紅色盒裝住嘅係泥雞，係當地嘅玩具。泥雞係啲咩呢？係撳住呢個尾巴窿有拉，可以推佢嘅拉嘅兩種玩法嚟嘅。佢兩邊咧係黃泥做嘅，中間呢個係牛皮紙。有顏色係自己塗上去嘅，係手工畫嘅。其實泥雞係咪一啲俾小朋友玩嘅玩具啊？佢係以前啲小朋友係冇玩具玩噶嘛，呢啲係自己慢慢整出嚟玩嘅。仲有以前係每逢新年大年初一嘅時候係攞出嚟賣嘅，有得賣。呢間紅色嘅店鋪睇落去就似飲品店，佢有賣陳皮產品，職員都有介紹唔同年份嘅陳皮有咩分別。10年嘅話咧就係陳香，即係聞起身有啲舊舊地嘅味道，即係你打開間房咧一陣巷巷地嘅，即係少少巷巷地咁嘅味道。咁你15年之後咧佢就會慢慢轉咗係一個藥香，即係年份越耐咧，佢個皮咧係會越輕身嘅。呢個陳皮軟糖包裝得好精緻，成個景區都有好多手信，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慢慢咁睇嘅。喺開平附近嘅新會都係一個陳皮之都，入邊嘅陳皮村令人大開眼界。我就做嗰條2日1夜嘅旅遊片，大家可以即刻撳翻右上角嘅 I 字或者片尾揾翻呢條片噶。泥雞就砌落個圓盤度，變成一個掛飾。同一間鋪入邊有氛圍燈，右邊係音箱，左邊係燈，全部都係立體設計。有冇諗過喺古鎮度坐電車慢慢暢遊呢？呢度就有機會啦。喺赤坎古站2層嘅電車就好似香港嗰種，企喺上層更加可以感受到成個古鎮嘅氣氛。雖然景區曾經改建，但係仍然保留咗居民當年生活嘅痕跡，好似呢間基督教堂就係一個例子啦。即使已經翻新，仍然睇到當年嘅佈置。入夜古鎮已經有另一番新景象，請大家慢慢欣賞。
古鎮有好多室內外嘅表演節目，夜晚時段有2個室外節目，淨係睇呢2個已經值回票價啦。咁啱呢2個係唔需要預約，準時去到場地就有得睇噶啦。呢一個就係叫做歸途。為汕頭市政建設做出貢獻的泰國米業大王陳海婷。呢個表演完咗之後，大概有9個字時間，2個表演場地係一頭一尾，所以行過去之餘，喺步程中間就揾咗呢間茶餐廳食咗去，環境同埋嘢食都 OK 嘅。我覺得睇表演緊要啲，餐廳面積都幾大，所以坐得都好舒服。呢個係沙丹豬扒飯，連埋一杯凍飲，豬扒炸得幾脆，啲汁甜甜地、酸酸地 ，OK 啦。旅遊區嚟講又唔算好貴，52蚊，尤其係趕緊時間睇另一個表演就冇乜所謂啦。我还在海外学习了最先进的建筑技艺，只为能给家乡建起再也不怕洪水的碉楼。回来了，组长，阿冲回来了。阿冲，衣锦还乡了，有出息啊！不枉我们当年洪水中救下你呀！是广东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价值体现。最後講返先，呢度門票150蚊，立完就100蚊。如果喺網上平台買嘅話，呢2個地方夾埋就可以230蚊就買到啦。2個地方參觀個排序，我覺得係古鎮第一，跟住立園第二。如果必要性嚟講，就應該去古鎮。時間充足嘅話，就去埋立園。其實古鎮入邊有酒店同埋民宿，都可以喺入邊住埋。行完食完睇完表演之後，可以即刻返酒店休息。我都要返去休息啦，聽朝見。我住嘅酒店係包早餐，要去隔離嘅麗峰酒店度食。2間酒店都屬於同一個老闆。餐廳喺2樓，個佈置係咁樣，大約20-30個位。早餐係自助形式，唔算話好豐富，不過叫足夠。要飯有飯，要麵有麵。有春卷，有脆脆，有粥，飲品都有咖啡、豆漿等等嘅。佢仲有幾款湯麵選擇，芋頭蒸糕細細塊，鹹鹹地都好好食喎。
我覺得最特別就係呢一個啦，紅豆粽入邊嘅材料好足夠，瘦肉、蛋黃、紅豆、糯米混埋一齊，好好食啊！餐廳嘅姐話俾我聽，原來我住喺酒店樓下就係有一間賣呢個粽嘅鋪頭啦。我中意佢嘅賣相做得好，個料都唔錯。我4點先瞓咗3個鐘頭，又開始第二日嘅行程啦。朝頭早就去啲輕鬆啲嘅地方啦。喺酒店打車10分鐘嚟到開平博物館，呢一個係一個新館，舊館係1982年已經有噶啦。新館即係我哋而家睇呢個地方，就係位於金山公園入邊。喺2樓就係開平歷史文化陳列。想加深了解一笪地方，參觀博物館可以話係個捷徑。展覽館有一部分係講開平碉樓，第一日就實地觀察，今日就知多啲背景同埋歷史。正如之前所講，開平現存碉樓有成1800幾棟，較有代表性嘅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原來碉樓仲有唔同嘅功用，可以係更亭、店鋪，甚至係學校添。原來有部分住人嘅碉樓係幾家夾錢一齊起。起好咗之後就按住佢哋出嘅錢分房，所以一棟碉樓未必係歸屬於同一個人㗎。原來祖籍開平名人都唔少，著名粵劇小生小武關德興就係喺赤坎。紅腔藝術創始人紅線女祖籍開平水口畔村。展覽館嘅1樓而家做緊流光溢彩大明益繁皇族珍寶展，係一個限時嘅展覽，去到今年11月。開平博物館都會同其他地方嘅展覽館合作，將其他展品就借過嚟喺呢度做一個限時嘅展覽。展覽廳唔算細，亦都有好多特別嘅展品。我覺得佢哋做工精細，即使喺而家同埋將來嘅環境都冇可能再被複製。我覺得睇下就無妨嘅。行呢2個展館大約1半至2個鐘，當係一個朝頭早嘅休閒活動。講返位置，博物館喺金山公園南門行入去，旁邊有一個湖，環境好清靜，一個好休閒嘅地帶。呢2日我都有問過當地人開平最旺係邊一個位，佢哋都不約而同同我講係呢一度東薈城啦，離博物館10分鐘車程。講起個名同香港東薈城就發音一樣，個薈字就唔一樣啦。佢係區域性嘅超級購物中心，原來接近130萬平方尺，基本上食同玩都有。如果嚟到開平唔想曬好多太陽，想食下嘢玩下嘅話，呢度都 OK 喎。感覺上就同深圳嘅中高級商場差唔多。好快就到午飯時間，我就打車去開平農場社區附近食嘢。餐廳室內好似簡單版嘅工廈食堂，白色嘅台，簡單嘅圓燈木燈，最緊要就係入邊嘅嘢食啦。大家估下呢個係啲咩嚟嘅？3、2、1，佢叫做牛腩嘟嘟腸。佢煮法係用個煲仔將腸粉同埋牛腩汁一拼咁樣煮成嘅。佢係即做嘅，所以一上台嗰陣時就係出晒煙，熱辣辣。佢真係唔需要加辣到好好味啦，已經。啲牛腩咧絕對值得你都要食啊！而淨係牛腩呢一樣嘢，好濃味同埋係好入味。嗰啲牛腩咧切到好薄嘅一片片，好易食同埋好入味，好味嚟㗎，係真係好味。佢汁係唔多嘅，即係俾啲腸粉熟晒咁滯。牛腩片就唔算好多，但係如果講味道嚟講，又真係幾啱食濃味嘅朋友。呢啲牛腩汁有乾葱去調味，俾腸粉索晒，食落好彈牙。呢度就係佢哋嘅餐牌，有興趣 cap 圖慢慢睇。喺同一條路行10幾分鐘就嚟到食迷你缽仔糕嘅專門店。哇！睇下先，呢個杏仁味鹼水紅糖豆。有班蘭味添，有原味白糖，啲味道好似香港嘅嗰缽仔糕咁啦。其實5蚊咧就有，不過唔少喎，5蚊就大概係香港嘅1/3個 size 咁一個。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呢個綠色嘅班蘭缽仔糕 ，OK 㗎。
毫未牽轉個彎就係賣台山粽。呢間家庭小生意，根據老闆講，每一日都會準備好多甜點同埋粽賣。我嚟嗰時晏晝就賣得七七八八啦。見啲係似樣，買少少試下。呢件叫做鹹雞籠，顧名思義，食落去係鹹嘅，入邊釀嘅係雞肉、叉燒、蝦米，係一種油炸食物，外表係白色，味道有啲似鹹水角。兩者分別係鹹水角嘅料係用糯米搓成，而鹹雞籠食落去就好似酥皮。食埋個靚嘅艾翅，佢花生芝麻餡幾好食喎，兩樣嘢加埋3蚊。艾翅啊粽嗰啲都可以寄嚟香港嘅，咁啊得閒可以問下老闆。啱啱經過呢個地方係長隆，咁啊離酒店大約10分鐘嘅車程，打車10分鐘嚟到開平市旅遊購物街。佢曾經係開平最旺嘅一條旅遊街，成條街全長800米，闊21米。由祖籍開平香港商人出資興建，地面兩邊就係對街鋪頭，而上邊係一條好長嘅購物大道，仍然可以見到碉樓元素。而喺地面兩邊加埋有幾百間鋪，而一上到嚟2樓就發覺係一條好長嘅走廊，幾乎望唔到盡頭，而且感覺上好舊。喺天花嘅電線呢，就一路咁樣外露向前伸展。而吊喺天花呢個銀色球，佢受損嘅外形已經多多少少暗示呢度其實有幾耐啦。呢兩邊其實有好多吉鋪，如果剩翻嗰啲都係啲桌球啊、一啲小店啊、按摩店咁嘅。呢度就係開平旅遊商業街。我初頭咧懷住一個嚟觀光嘅心態，點知原來上到嚟咧就係一條咁黑嘅巷。然之後好多鋪咧，其實係唔需要開門嘅，好似呢啲科技嘅公司咁樣。咁然之後呢個人流量係非常之少，我真係估唔到。如果冇前邊呢啲天井嘅話，根本呢度係一個好黑嘅一條長嘅走廊。好多養生館會喺呢一度嘅。其實行咗差唔多10分鐘，只有2-3個人迎面而過，光日白嘅情況之下就唔需要擔心。但係真係太冇嘢睇，太無聊，都唔行到尾啦。喺側邊嘅樓梯落返去嗰陣時喺度諗，冇諗過觀光變咗探秘。購物街嘅盡頭就係倉崗，我哋就沿住呢度行返去酒店，大約10分鐘啫。倉崗兩岸係開平市民日常生活同埋休閒嘅重要地方，可以睇到當地人係喺河邊散步啊、釣魚、坐喺度吹下水，其實就好有地道氣息。打車返嚟開平南站，搭高鐵返深圳啦。開平南站每日有一班高鐵返深圳，另一班直接返香港，所以嚟開平玩都係好方便㗎。今次住嘅酒店房係點呢？而家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啦。咗呢間213號房，咁啊亦係要用個時卡嚟開嘅，咁我哋開咗先啦。咁你開咗冷氣先，咁啊 preview 下呢間房嘅環境啦。咁啊，一打開已經開始閂咗啦，就聽到係有啲音樂係喺呢間屋度播放嘅。咁啊，開始 room tour 啦。咁啊，首先喺左手邊咧就會見到一個小廚房同埋一張吧台。咁啊，小廚房咧有焗爐同埋一個雪櫃喎。呢樣嘢我就冇諗過啦，喺酒店度咧可以有。然之後就喺個台嗰度就會有一個嘅 mini bar 啦。咁啊，都市傳說熱水壺2支免費水，有花茶同埋咖啡。跟住我哋睇下個雪櫃。睇下雪櫃咧就已經開咗電㗎啦，咁啊所以咧佢都係摸落去係凍嘅。咁然之後咧再睇下啲櫃入邊咧，咦有驚喜喎！原來係有晒所有嘅飯煲啊、煮食嘅用具、洗潔精都有埋。呢個係洗碗機、火爐。好啊，
櫃入邊咧亦都有餐具咧，就可以盛載食物嘅。我哋又睇睇對面打開窗嘅環境咧，其實一個半腰落到半腰嘅玻璃啊，成間房咁闊㗎，咁啊，所以採光就完全 OK 嘅。對面咧就其實係一啲嘅舊樓小區嚟嘅，咁啊可能夜晚嗰陣時候咧都要閂佢啦，始終都係同對面嘅小區都非常之近嘅。咁然之後咧呢啲窗咧，其實可以校到嗰個嘅大細嘅，咁啊揾隻手搞起佢。咁如果係落雨啊、大風嗰陣時候咧，就都可以閂咗佢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呢一個紗窗咧就開唔到噶啦。一張雙人嘅大床，瞓落都舒服。呢張雙人梳化拉出嚟，原來係梳化床，可以容納多一個人瞓覺。好啦，大門嘅右手邊就係洗手間同埋企缸啦。咁啊，洗手間同企缸咧係共用一道嘅玻璃門嘅，咁啊變咗咧可以即係隔一隔啲氣啊，同埋當咗一個玉屏門咁啦。仲有一樣嘢咧，我比較欣賞呢度係冇煙味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中意呢條片嘅話請分享開去，最緊要 subscribe 埋我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